千里姻缘一线牵，老哥帮你续续缘。大家好，我是斌哥，你是不是放不下又复合不了？今天老哥让你懂得这些技巧，让你扭转被动的局势，男女通用，复合干货。真正爱过的人其实是很难轻易的放下，时间不是解药，新欢也不是麻药，我们无法抹去曾经相爱的痕迹，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真的，我们都办法忽略。失恋失去的不仅是另一半，还有过去美好的回忆，以及自己在感情中的付出与期望。如果你的自我力量不够强大，往往就意味着失恋的同时你会失去自己。如果真的放不下，而你们之间还有复合的机会，那就去复合。人很少会为做过什么事情而后悔，往往会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而后悔。复合先从这几个问题入手，帮你捋清楚复合中的问题。你为什么忘不掉的？为什么要复合？复合的具体方法。一，你为什么忘不掉的？我想在分手之后，你曾无数次逼着自己走出去，可每次都会失败。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强迫思维，强迫思维的特点就是越是想要通过压抑和逃避来忘掉一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反而会越发深刻，越是想要分心去想其他的事情，你想要忘掉的事情就记得越牢固。你告诉自己的大脑，忘记的，忘记过去，可是你的大脑自动把忘记忽略了，只会一次次地记起它，记起过去。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你甚至有可能会失去爱人的能力。可是忘不掉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啊，一时忘不掉，为什么非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尽快忘掉呢？我们没有记忆的橡皮擦，不可能说忘记就忘记。只有你接受了这个事实，才有可能走出失恋的阴影。你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你们已经分手了，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是不可逆的。很多人对于分手这件事上的态度太极端，要么坚决不接受分手，死缠烂打哀求对方不要走，要么分手之后就认定两个人不可能再和好，认命一般的选择了放下，然后想着分手了如何快速的走出来。这两种想法其实都是有误区的。感情不是非即白的，很多时候忘不了对方很正常。如果你也是在分手之后忘不掉，放不下，想要复合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应对，关注老哥，点赞加收藏，支持一下，私信我教你挽回。你想啊，这个世界上除了生命不可以再来，其他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再来一次的。失败并不可怕，吸取教训再努力一次就好了。考试可以重来，面试也可以重来，感情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机会补救呢？但同时我也希望你能知道的是，要想重来，就要敢于接受过去的失败，只有接受了，你才有心情重新再来一次。所以对于感情，如果你分手了，怎么也放不下，那就不要再挣扎了。既然放不下，那就别放下了，为了自己，为了感情，再努力一次吧。虽然你对于忘掉一个人有心无力，但是你一定是能自己控制的。忘掉无解，复合有解，而且答案是可以握在自己手里的，不光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找到丢失的你。二，为什么要复合？关于为什么要复合，这里有3个理由。一，提升自我，学会爱人。尽管每个人的失恋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内心自我非常强大的人，是能自行处理好失恋，尽快走出阴影，整装待发重新接受感情的。他们在分手之后能快速地判断出来这段感情值不值得复合，值得那就用正确的方法复合，不值得那就大大方方的放下。如果你看到这儿了，那显然你不是强大的人，你内心是脆弱的，难以走出来的，你需要外界的第三方力量来帮助你复合，帮助你变得更成熟。因为真正强大的人不会花时间看这样的文章，他们正忙着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我们这里的复合不是卑微的挽留，不是死缠烂打，不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诉苦一样的表白，而是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心态去复合。你要提高自己全方位的能力，包括智商、情商、逆商，包括自己对异性心理的把握能力，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自我反思的能力，甚至要学会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例如朋友、亲人、情感老师等等，来帮助自己复合。所以我们经常说，复合对方的过程其实就是重新认知自我的过程，只有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才是正确的复合。即便你没有留住他，但是你收获了一个更优秀、更成熟、更会处理感情的自己，同样你会吸引到更优秀的人，这样的结果才是最好的。反过来说，如果是对方主动提出了分手，那说明你在上一段感情中是存在问题的，你的爱情能力还需提高。如果你不解决问题，只顾着求他，那你们复合了也还会闹矛盾，你有了新的恋爱对象也还是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栽跟头。如果你也遇到以上的情感问题，可以私信老师聊一聊。大部分人没经历过恋爱教育，当出现感情时只是自我默默摸索，这样势必要是很多错，要浪费很多时间，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既然现在有专业的老师能帮助你，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二，自我治愈。自我治愈能力，也就是心理自我复合能力，是指成年人面对压力、困境和痛苦的自我调节能力。善于自我治愈的人，
有能力独自经历大风大浪，一般的挫折不会压垮他们，而自我治愈能力低的人恰好相反。面对失恋的痛苦，他们试图尽快翻篇，表面上看起来很要强，其实内心脆弱透了。翻篇不过是他们的消极逃避而已，越逃避越痛苦，一份痛苦就够他们吃的了，根本不会有能力再去面对别的事情，抗挫折能力极低。3. 释怀与成长。如果你走不出来，我为什么劝你一定要复合呢？首先，契可尼效应告诉我们，一般人对已完成的、已有结果的事情极易忘怀，而对中断了的、未完成的、未达目标的事情却总是记忆犹新。如果这段感情让你觉得无疾而终，那你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感觉到痛、遗憾和不甘。其次，与其不甘心，不如让自己行动起来，真正的去试一试，看看你们到底还有没有机会。能复合最好，不能复合也是让自己死心，哪种结果都比悬而未决来得痛快。最后，只有自己得到了确定的结果，才能更快释怀，释怀了就不会再浪费大把时间沉浸在过去，更有精力去感受新的生活。为了已经失去的，错过即将到来的，岂不太可惜？只有释怀，我们才有能力成长。在这里我要提一句老哥所说的这些都是建立在双方付出真感情的基础上的。如果你遇到了游戏感情的另一半，还是打个车赶紧跑吧。如果始终无法释怀，放不下对方，但是又无能为力，甚至采用了错误的方式让对方开始厌烦你，那就让老师帮助你分析分手原因、对方心理状态，并且为你制定一份针对性的计划，手把手教你复合。3. 复合的具体方法。1. 接受分手事实，分析分手原因。复合的第一步就是接受你们分手的事实。其实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即使对方义正言辞的分手，他们也还是用情侣的身份联系对方，质问对方无情无义，质问对方是不是早就有疑心等等，甚至企图用曾经的约定来唤起对方的回忆，感动对方。甚至有人还会和对方说这些话，比如我都这么和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然后对方只会来一句我不想怎么样，只想分手。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对方真的想和你分手，你这么做非但感动不了他，还把你的不成熟暴露无遗，让他确信和你分手是正确的。你以为自己被分手很可怜，其实你只不过是在道德绑架他；你以为自己是在挽留他，其实你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负面情绪一股脑的宣泄给了他。他本来就想和你分手，现在你又让他受这份委屈，他怎么可能会给你积极的回应呢？正确的做法是接受你们分手的事实，你们的感情只是暂时的终止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现在你想复合，就不要再拿过去说事，而是要二次吸引他。当你认同复合等于二次吸引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不会再那么极端，你就不会再对对方抱有过高的期待，过度暴露需求感。期待降低了，遇到暂时的挫折，你就不至于抓狂了。第一步是接受分手的事实，那么紧接着第二步就是分析你们分手的原因。一般对方提出分手，他是不会详细的把分手原因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你，而是只和你说一个笼统的答案，比如我们不合适了，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等等。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你利用自己的分析能力，找出你们分手的根本矛盾，然后解决它。如果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你，那你就要暂停自己的脚步，不知道原因就无法对症下药，胡乱医治只会让病情越来越严重。2. 男女思维不同，导致矛盾加剧。男女之间的不同其实大家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但是还是有些人不清楚，或者虽然知道但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现在你需要静下心来，给上段感情做一个复盘，从你们相识开始，回忆一下你们是怎么相处的，遇到矛盾都是怎么解决的，他找你倾诉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应对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处理得很正确，可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思维上，而不是用对方的思维换位思考。要是你做的真的很对，对方是不可能和你分手的，正是因为对方的离开，说明你只是自以为很正确而已。现在需要你重视起这个问题来，你要知道对方的思维是什么。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男女思维差异。男生更需要独立的个人空间，希望被另一半肯定和崇拜，遇到问题倾向于沉默，安静消化，聊天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吵架时更在意问题有没有解决。而女生更喜欢两个人黏在一起，希望被另一半偏爱和包容，遇到问题喜欢说出来，宣泄情绪，聊天是为了分享和吐槽，吵架时更在意对方态度够不够重视自己。我再举个例子，如果男人在工作上遇到了问题，他回到家会默不作声，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女友问他怎么了，他大概率会说没什么，然后自己默默回房间打游戏。男人遇到问题都是自己闷在心里想办法解决，这是男人处理问题的思路。可是女人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女人工作上遇到问题会找男友倾诉抱怨，巴拉巴拉说个没完，梨花带雨的，这是女人解决问题的方式，通过发泄情绪，企图得到对方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先通过聊天把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她才有心情去考虑怎么解决。可是男人并不懂，
上来就说女友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再列个123告诉女友怎么解决，女友就会觉得这个男人不爱自己。同样，当女人看见自己的男友不开心的时候，她会期待他能够说出来，如果男友不说，她就会因为不知道男人在想什么，没有确定性而感到不安。有的女人会通过发脾气来和男人建立沟通。如果感情中的两个人都不懂男女的这些思维差异，就很容易加剧矛盾，一件小事都能引起很大的误会，更别提相处了很长时间的情侣们了。这期间发生的大事小事数不胜数，如果处理不好，感情就难免出现问题。除了重点回忆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还要回忆你们之间的相处状态。你还可以列一张表格，回忆你们在一起的几个重要节点前后发生的事情，你们之间态度的对比，总结一下现在的状态。这样理性的思考对复合有百利无一害。比如你们相恋是谁主动追求的，你们在一起时谁主动比较多，恋爱时谁更迁就对方，谁付出的更多，包括物质和精神，吵架都是谁的原因，谁主动求和等。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你们曾经的问题，可是面对这些你又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清楚怎样把自己的改变展现给他看，关注老哥，点赞加收藏，支持一下，私信我教你挽回。3. 挖掘对方的情感需求。当你了解了男女思维的不同之后，你会更清楚对方在感情中的需求。你需要明白2点：第一，每个人谈恋爱都不是闲着无聊谈着玩的，我们谈恋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不同的人需求也是不一样的。第二，很多人都有投射心理，所谓投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加到别人身上。你在这段感情中需要什么，就以为对方也一定需要什么，然后就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对方。可往往对方并不是这么想的。一般来说，男人在感情中更需要的是被尊重、被崇拜、被理解、被信赖；女人在感情找那个更需要的是被偏爱、被呵护、被认同、被包容。但这只是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普遍需求，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我现在问你，你的那个他在感情中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呢？我猜你大概率不知道，不确定。因为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如果能从你这儿得到真正的满足，他是不会离开你的。所以现在要想复合，你必须要知道他都有哪些情感需求，以及最主要的情感需求是什么，先满足他最主要的。这里依旧需要你做一个复盘，他经常向你索取什么？他总是向你抱怨什么？他总是会因为那类事情和你争吵？他总是羡慕别人拥有什么？他跟你索取的、抱怨的、争吵的，就是他最想要的。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女人总是抱怨你打游戏，让你在游戏和他之间做选择。女人为什么那么讨厌你打游戏呢？难道你不打游戏他就开心了？其实并不是。我们分析问题千万不要停留在表面，要深入到本质。女人看起来是不喜欢你打游戏，其实她是不喜欢你打游戏的时候忽略她，重点是你忽略她了。你以为打游戏耽误了和她的约会，因为打游戏故意不回她的消息，因为打游戏无心工作等等。其实她在意的是你不陪伴她，你对她言而无信，你不规划和她的未来，你没有满足她对陪伴和信任的需求，更没有满足她对未来的期待。她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只能针对你的游戏，拿你的游戏说事，企图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你们之间的问题跟游戏无关，跟你的态度有关。你态度好了，他会很愿意接受你打游戏；你态度不好，就算你什么癖好都没有，他还是会跟你吵架，和你分手。所以，不管是你分析分手原因，还是挖掘对方的情感需求，一定不要只停留在表面，要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可是，很多复合小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能像盲人摸象一般，无法洞察全局，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4. 对症下药，改变自我。当你完成上面一系列分析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实际行动改变自己了。在这里，我想跟你说3点注意事项。第一，这种改变必须是本质上的改变，不是虚于表面，不是让你跑过去告诉他我已经改变了，而是让自己真正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你可以通过朋友圈建设间接让对方知晓，或者可以通过朋友口口相传，这样能增加你的信服力。如果你直接跑去告诉他，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再者，如果你只是为了复合而做出一时的改变，那你们复合之后一定会原形毕露，那时候他受了欺骗会更加狠心的离开你，再也不会回头，因为他已经完全不相信你了。第二，如果你要改变，请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3分钟热情。你以为你发了几条优质的朋友圈，他就会回头找你？别傻了，他只会觉得你只是装装样子而已，过不了几天就恢复原样。如果你真如他所想，那他会更加看不起你，复合彻底无望。只有你真正坚持下去，他才会一点一点相信你是真的改变了，才会慢慢接受你。第三，记住，你的改变不是为了任何人，只为了你自己。当你真的成为了一个更加优秀的人，你的复合不需要费多少努力，他会自然而然回到你身边。
即便你们之间不可能了，还会有更优秀的另一半来到你身边。从改变中受益的只有自己。如果你的复合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过程并不顺利，不要心急，先停下脚步，平复、反思、自省，弄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心急吃不来热豆腐。最后，老哥还想说一句话，要想从感情中得到满足，你需要有经营爱情的能力。从小到大，我们学过很多学科，学过很多技能，唯独没有学过如何谈恋爱。老师、父母都没有教过我们，甚至打压我们青春期的萌动，导致太多人并不懂得如何爱人，所以才有了现在一次次的失败和犯错。不过这不要紧，既然是能力，那就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把这次复合当做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情感能力得到解决的。记住，能力这个词才是核心。如果你想挽回，但你内心很乱，不知道怎么判断，关注、点赞加收藏，私信我帮你判断分手类型，然后制定相对于的复合方案。